美国跨党派议员、国会议员哦，写信给立法院，说几个礼拜以内就会宣布对台湾的军售。哦，因为现在呢，民进党提出来的是1兆2500亿的这个特别预算，哦，那民众党是4000亿，国民党是3800亿加 N， 啊，就你美国只要宣布啊发价出来，我们就加啊。那所以呢，他们就说几个礼拜内就会宣布对台湾的军售。哦，那之前呢又说本来要宣布了，因为川普要去见习近平，所以呢就暂缓了，川普就施压暂缓了啊。那另外呢，他们要立法院赶快通过国防特别预算，说呢预期今年会公布新的对台军售，到底是几个礼拜里边还是今年？今年跟几个礼拜，今年还是4月，还有7个月哦。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立委说呢，韩国愿意尽力向国民党团来沟通哦。那另外呢，朱立伦卸任哦，不满半年，2次跟 AIT 的处长古立言见面，讨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哦。所以古立言呢，显然对朱立伦呢这个关系还不错了哈，所以才会2次去嘛哈。那行政也转弯了啊，原来呢，在野党说好吧，718亿的新兴计划你可以用了。就我们的预算法，再讲一次，很多人搞不清楚，跟美国差很远。美国常常看到啊，国家公园停啦，联邦的预算停啦，然后呢，这个塔台管制员没有办法飞啦，等等，没有办法管制啦，等等。我们没有这个问题的，我们只是去年的预算，今年照样可以用。所以去年预算2兆9000亿，今年3兆2000亿。所以呢，虽然今年说没交付审查，但是那2900还可以用。那新的预算呢，2-3千亿里面，立法院就挑比较重要的，通过了718亿。那行政院当时就说不可以，要就全部给我通过，不能只给我通过一部分，所以就不肯动用。连主计长、审计长都说可以动用啊。那周荣泰说我不要动用，哦，那结果现在呢又改变了，好吧？说下周可以用了，可以启用了。所以你看，立法院虽然没有复委这个总预算，你一点感觉不出来，为什么？政府这样运作，公务员薪水这样发，为什么去年的预算都可以用嘛？去年就将近3兆了，哦，好吧，这个周荣泰说，总预算复委后将函请机关执行，因为他们也答应把总预算复委了，哦，总预算复委，为什么国民党要选县市长的，都希望赶快有复委算了，哦，那他们复委了啊，当然有几个条件了啊。那蒋万安这个跟周荣泰讲说，这个 TPAS。经费会解套 ，TPAS 就是奖励那个搭捷运啊，给你一些这个优惠啊等等便宜的票价了。说呢这是好事情了哈。另外总预算下礼拜会复委了，行政院说中选会人事案应该会往前走一大步哦，因为中选会7个新的委员啊，这个国民党建议2个，民进党1个是通过了，然后游盈隆当初也通过了，现在3个民进党这个推荐的没有通过，所以这行政院很气，就不发布。我通通不发布哦，这个很奇怪啊。现在行政的做法就是这个不附属哦，不发布哦，不执行3不哦。那另外呢，现在我没有看过这样的行政长，现在也是这个开我们宪政体制的这个真的是先例了哈。那另外呢，总预算跟新兴计划他们有2个共识了哈，所以呢，民进党委员说执政党已经搭台了，在野党不要拆台啊。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个一方面叫行政院赶快编预算哦，把什么退出军人啦，哦什么警消啦，哦该调整预算你调整，或者主动权在你身上。因为原来国民党说加3万，民进党说给你加3万，那不是被你的功劳吗？现在说好，你行政院提吧，你提个案子出来，哦你提个案子出来，然后呢，他们现在愿意把总预算复委了，我们看一下。The approval process for which Congress and the State Department are a key part. You also have the acquisition and contracting phase, and then you finally have industry's ability to deliver. When it comes to Taiwan in particular, I would say a lot of the president's reform efforts here are directed towards getting the munitions and a lot of the defensive equipment that Taiwan needs. 瑞基兹提到，参院已经通过的豪猪法案，在未来7年将台湾纳入北约加国家，简化对台军售流程，加速武器交付。怀特表示支持这样的改革，强调美国长久以来的一中政策是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3公报和对台6项保证。
川普跟国务卿卢比欧致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院长有收到美国参议员的信吗？韩院长匆匆进入议场，没有回应上个月底访台的4位美国参议员回国后有最新动作，在美东时间16号释出日前联名致函韩国瑜和蓝绿白国防委员会立委的信件，敦促通过1.25兆国防特别预算。Let's not make the mistake of underfunding baseline capabilities. Because that to an adversary will identify maybe a vulnerability or a weakness. 信中重复这个论述，并强调美国国会完全致力于及时对台湾交付关键军事能力，更预告会在未来数周宣布待批准的军售。美方这一连串新组合拳着实晚会。吴征。这个刚陈委员讲到，刚有提到说，觉得台湾我们不要单压美国。事实上，对于我想民进党政府来说，是一直以来想法都是所谓民主大联盟的方式哦。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国际上各个国家也是如此啦。像今天外面有报道说，最新的消息是澳洲可能会跟日本来开启一轮军事的采购，所以本来就是民主国家之间，包含我们有主要盟邦，包含盟邦跟盟邦之间互相的合作生活关系，其实网络会更稳固嘛。所以总统下礼拜也要去这个非洲出访我们友邦。那讲回来对美军购的部分，其实这个是美国的众议院、参议院跨党派的议员写了一封信给台湾国会的跨党派议员。那里面当然提到说，希望台湾要来强化自己的防卫。那特别提到说，他们包含这个相信很快会有新一轮的军事的消息会来宣布。那同时他们也做一个宣誓啊，就是说我们在美国，我们 Congress， 我们一定会全力要求美国政府要赶快来 deliver 啊，我们也是很挺台湾。大概讲这样子的一些内容，那里面包含也特别强调说，希望台湾不只是跟所谓的跟美国采购，其实台湾自己的本地的军工的产业也要发展起来，因为从俄乌战争，从这一次的伊朗的战事，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嘛。因为你重点是本地要有韧性，你要有可以生产低成本、廉价，然后可以长期消耗的这些，不管是无人机啦、反制无人机的整个产品啊，你自己国家的防卫才能够持续嘛。所以说，我们一直过去几个礼拜我们在讲韧性，所以其实美国也是怎么讲，这些朋友也是很关心台海的安危啦。那我觉得最后刚刚大家有谈到行政院跟立法院最近的一个变化，确实在礼拜3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朝野的协商，那是蛮关键的，因为过去几个卡住的事情，那现在如今都动起来了，包含总预算新兴计划来去行政院这边也同意动支。那卓院长之前也不是说他就抵制到底，他之前主要担心说，要是我先动支了，那后续因为预算还没审完，要在委员会里面被删除、被冻结，那钱我已经用了，那这样后面很麻烦。但在这个协商里面，其实在野党也跟行政院来同意说，好，那我们做个决议这一些718亿之后就不会冻结行政院说好，我们来用。所以朝野之间看起来是跨出了和解的一步。另外一个很关键的是这个军警加薪的部分了。那其实之前民进党政府没有去在这个事情立场上，也不是说好担心这个功劳被你做走，而是有2个原因啊。因为一个是国防部认为说，本来国民党提的版本是军人齐头加薪，每个人加薪3万嘛。那国防部觉得说，可是我要做一个内部的差异啊，就是如果前线作战人员他加薪幅度没有比后勤人员多的话，那这样我管理上以后大家都要坐在后方，不要去前方，类似这样的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当然是行政院基本立场，认为薪水是人事权，这应该由他来发动。但是这个过去卡很久，但是这一次朝野协商里面也看到突破，因为卓荣泰院长也承诺在野党说好，那照你们的精神，这个本来是军人普遍加薪3万，那用这个预算规模，我去请国防部提一个分配，让赵国防部觉得说要这个职等加薪啦，要这个技术别加薪啦，那我这样子提一个方案送到立法院来审，在野党也同意这样的处理方式，所以我觉得以这个新的会期来讲，真的是看到，我觉得对朝野来说都是有互相释出善意。当然我们还是期待包含说这个刚刚前面提到的关键的国防军购条例，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下继续往前推进。是啊。我必须要说，这个是韩院长他事实上非常努力的去搭了一个台子，让行政院来下台。那其实呢，昨天的这个协商，其实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正式性的协商，让大家都有一个下台阶。因为呢，总预算案一直卡在那边，不是办法，不进不退。那这个新兴计划呢，这个行政院又拒绝执行，明明主计总处都已经把公文送到行政院了，但是卓荣泰院长就是不愿意让大家动支，那怎么办呢？然后又一边在外头造谣说，这个比方说防洪治水的计划都没有办法
动之。那所以呢，在这个状况之下，韩院长呢很努力去协商了大家，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个下台阶。我觉得刚刚吴峥发言人讲的东西，相对来说比昨天我们在立法院里头听到的很多的委员的发言，我是说民进党籍的委员发言，我觉得呢是比较理性的，因为昨天还有很多的这个民进党的委员还在说，这个军人加薪、军纪加薪呢，这些由立法院来提案都是违宪的，违宪乱政。这个东西，我想完全就是颠倒是非，而且呢，这个立法的条例跟规则里头，立法院本来就有提案权。那现在呢，等于立法院做了一个台子，让你行政院好好的下台。那结果呢，在这个中选会的人事案这边，竟然还在讲说，既然这些东西都有解了，所以未来呢，这个中选会人事也渴望可以送进来。我们是很不乐见行政院一直用这种绑架民主的方式不断的在要挟，然后不断的用抹黑、诋毁的方式要求立法院一再的退让，这个不是一个民主之道。那另外呢，我也想要讲一下这个军购条例。昨天总预算的协商已经过了之后呢，接下来当然还有这个军购的部分。民众党团的态度非常的清楚民主绝对不是空白授权，我们不能把什么事情都推给中国，然后自己内部的事情不解决。所以军购呢，不管美国的盟友或者是这些智库的友人，他们怎么样来跟我们游说沟通，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这些军购的项目必须要看得到、买得到，而且可以到货。所以呢，不管是什么4000加 N 啊，或者是几千加 N， 重点是这些武器能不能够如期的交付，能不能够确实的保障台湾的国防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要进一步来说，像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希望盟友越多越好。可是过去我们刚刚看到了美伊战争，看到了俄乌战争，甚至看到了这个川普总统打算要打造一个凯旋门事实上，我觉得凯旋门其实看起来有点像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倒退啦。我们都知道呢，其实西方经过文艺复兴或者经过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宗教改革之后，好不容易确定了世俗的归世俗，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结果现在呢，因为这个川普呢，不断的是把自己的权力无限的扩张，不但是反民主，甚至呢还把自己当做这个上帝跟耶稣自居，然后呢频频的在这个引发很多的战火，然后呢再倒过来说我是和平的捍卫者。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在过去的西方的文明已经处于一个非常混沌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教宗呢他的发言，其实在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政治高度。我认为呢，其实我们现在应该去反思，为什么台湾或者是西方的文明走到现在，竟然会变成大家会觉得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还比较文明，结果呢美国还比较不理性。那到底未来台湾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真的要走向这个民主倒退之路吗？这是值得大家反思的。接下来再回来。郑丽文昨天晚上这个接受馆长的访问，他说习近平把台湾视为一家人，所以呢，中国如果动武只针对台独，到飞弹打过来只针对台独去打那所以要促进和平，所以郑丽文说赖清德不要紧张，无人机应该是送奶茶，不应该送飞弹的无人机也送不了飞弹，飞弹很重那另外呢，当然意思就是说不应该有战争了郑丽文说，民进党要选举的人敢出来反对大陆对台湾的那个10个，其实是8个了，2个跟国民党有关，其他的所谓入伍10条了，敢这个出来反对吗？你反对农渔业的产品到大陆去吗？你反对要增加直航的这个班次吗？航点吗？你反对上海跟这个福建的这个居民来台湾自由行吗？你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反对远洋渔业到大陆去靠岸吗？等等那另外呢，陆委会我们无惧施压，他们认为是大陆对台湾施压，为什么呢？因为大陆说小两会来谈吧，以前呢，民进党天天说小两会来谈吧，大陆说已读不回，根本不理他。现在大陆主动说小两会来谈吧，特别是这个航点的航运的那而且陆委会证实是4月7号大陆就发函。4月7号什么日子？是郑丽文率团去访问大陆日子。所以换句话说，大陆在郑丽文还没有到大陆之后就已经发函了。陆委会留中不发，也不告诉我们，一直到最近要去问他，收了2个礼拜，不告诉你有这个信那陆委会今天说就是对我们施压，所以呢，我们就是不开放那而且呢，他也说政协会之前中国就要求恢复正航航点，所以他认为是大陆配合政协会对台湾施压。
那如果说政协会之后再来这个函呢，那这算不算施压呢？就是你到底要什么时候发函呢？我就好奇嘛。就你现在说政协会之前发函不行，这是配合政协会。那政协会中间发呢，或政协会之后发呢，你就会同意吗？你还是不会同意嘛？哦，反正就是你要找麻烦的时候，你怎么样都可以找麻烦了。习近平今天摆个笑脸说和平，你也骂说糖衣毒药。那他如果不摆笑脸呢，说我打你呢，这时候你怎样？哦，所以说我觉得你那个态度很奇怪了，反正就是怎么做都不对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中国要求直航扩点，我们拒绝了。民进党团说这叫糖衣毒药，要掩护统战。当时两岸要直航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吕秀莲还是谁就讲说不得了了，到时候老共那个斩首部队随着民航机来把我们斩首了怎么办？那搞了这么久，谁斩首谁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提全面直航，那这个陆委会先说是要评估，后来又说施压所以呢，这个媒体也说了说大陆罕见没有很少主动说要沟通直航的，结果呢，你现在就坐实北京的指控嘛，搞了半天就是你在捣蛋了其实不管了，就是说我也不懂民进党在干什么，你就是谈又怎样，谈不成也没关系嘛，你总是谈把这个管道建立起来了。那谈不成，到时候说不行，我们讲的说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开放300个一个礼拜300个班次啊，我们有420个班次啊，你先把那个补满再说上海为什么13个班次给我们的那个时间是这个比较意思就是说不是我们要的，这可以谈嘛。如果谈不成就谈不成，因为你替以后比如说两岸要打击犯罪，这很重要啊。打击犯罪他也要叫你小两会谈啊，那你人家说你这个不谈那个就不要谈，你干嘛把这个机会放弃掉？我就不懂啊。对不对？没有说谈一定要谈成啊！你只要谈总比不谈好嘛！那陆委会说呢，因为回载率不高，对航空公司没有吸引力，就是说去台湾旅客去观光，回来回载率不高。那你现在如果答应他福建跟上海的观光客来，回载率就会高啊！所以游淑慧说呢，这叫官僚傲慢。我们看一下，没离婚热啦。无人机是用来送珍珠奶茶的，不是用来送飞弹的。我看到那新闻，是，对不对？无人机应该是来送珍珠奶茶的，不是来送飞弹的。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要选举的人不太攻击批评我的大陆型，我有发现。他们都要假装中性啊，假装不是那么民进党啊。大家也知道，他们并没有开放兰州的团来台湾，或者西安的团来台湾，也没有哈尔滨的团来台湾，所以基本上我们的飞机这样载客过去，回来的时候是没有客，没有回头客，这样的航线，基本上对于航空公司来说是没有吸引力的。好，老沈，这样我觉得馆长的专访没有给我们一些精彩的对话。我觉得郑主席应该要考虑跟我来一场专访，我保证比馆长精彩10倍。不过前面我们谈过的2件小事，我先补充一下。一个就是那个和平的那个凯旋门，你想他犯的大忌一点是规模太大了啊。第二点呢，太接近林肯纪念堂。第3点呢，金碧辉煌，太俗气了。所以就算川普成功的动土了，或者是完工了1/3、2/3都没有关系。我在这里保证，将来有一天，国会一定通过一个决议，把它拆掉。你是白费功夫的。那第2点我要讲到就是教宗了。其实教宗骂说有几个暴君，其实他是指川普。我骂川普是暴君比教宗早了半年以上。不过我们还是佩服教宗。不过我不像那个万斯副总统一样，万斯说教宗啊，你以后要讲神学的事情要小心一点。所以昨天那个美国的半夜的那个午夜场，就是谈话性节目，就说那个万斯啊，你干脆把教宗 fire 掉。所以我没有那么不敬了。我倒是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教宗光是讲他是暴君没有办法，我觉得教宗应该考虑说，把他自己搬到那个梵蒂冈的广场，然后开始绝食性的、不停的24小时的为和平祈祷，然后他
就是这一天一天瘦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怀。我觉得这比较有效哈。好，回到讲军购了，我们讲正经的，刚才那个都有一点不点不改。我们讲军购，我觉得国民党里头啊，3个准太阳，韩国瑜啦、卢秀燕啦、朱立伦啦，这个叫准太阳。他们是不是太阳有问题哦？他们恐怕连日半食、日全食都不是哦。但3个准太阳就跟党中央离心离德，去特别讨好美国，我觉得这是非常不聪明的事情。我觉得美国现在忽然间联名夸参众两院跨党派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你到底是3800亿加 N 的那个 N 里面吗？还是另外有所图？因为我不晓得那个文件的内容。我觉得他为什么讲得那么详细啊？为什么时间又这么紧迫？就是因为我们国会要审了嘛，所以他时间上有急迫感。但是我觉得国民党这样给人家的印象不好，因为这些将来对自己觉得我可能还可以做总统，还可以争取大位的，就最怕得罪美国好像美国没有给你说you are OK 啊，我这条路就断掉了。不要这么没志气啊！决定谁可以得到大位的是台湾人民。那我有一个建议给陈委员在场的我觉得国民党为什么不从这个角度去讲军购的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我跟你讲，如果是2028年郑丽文的说法，郑丽文的现在的主张说服了台湾人民，而2028年政权移转了，那现在因为这一趟北京之行，就是说没有一个反对和平。当然，那个和平，两岸和平下面有一个是基于政治上，就是9·2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基础那个是有得讨论的。但是如果选民被郑丽文说服了，而政权移转了，那个时候还要买这么多的军备吗？不是说不打了吗？还有第二点呢，我觉得时空环境的转移要考虑啊。大家想到俄乌战争之前，有谁想到这个无人机这么厉害？开打以后到今天，无人机又进步了，对不对？是分类更严密了，还有打前线的，也到后方的，有做这个有做呢。那现在他要我们买这么多的无人机，我们的情况又跟俄乌环境这个国界相邻，我们不一样啊。我们隔着这么一个大的宽的台湾海峡，你的无人机起飞以后要打台湾，我们要回击，整个打法都不一样。而且呢，再过2年也许又不一样了。那我们现在买的无人机到时候不是没有用吗？所以时空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决定政权的转移，这2点，请老美你讲讲看，你到底是怎么个想法？我们才晓得要花多少钱买哪些东西嘛。陈委，是我先回应一下沈大佬，因为您有所误会，我时常有机会，有时候会参加到，不管是卢秀燕市长，或是朱立伦前主席，或是江启臣副院长，他们跟古立言的私交就是不错的，他们平常就有在交流，有时候会邀请他们去看灯会，还会去大甲妈，然后吃饭聊天，所以对我们国民党而言，我们是对美交流的全民心对。那包括郑丽文主席，其实非常多的驻台代表跟郑丽文主席聊完天以后，都觉得他口才非常的好，很高，气场很强等等的。那他也即将前往美国，并且他要去参访的不只是政治相关，他还要去看美国的企业，还要去看这个诺贝尔得主等等的去取经。所以我们跟美国的沟通，我是要说，我们国民党不管是哪一位，都是全民心对，一起在做团队的合作。那讲回军购，其实昨天我们有跟美国的2个智库做一些交流，那我们也不断的发现说，奇怪，民进党单方面的在华府那边释放一些讯息，就一直告诉他们说在党在挡军购等等。但经过我们的澄清呢，这些智库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支持透明并且需要的军购，也就是国家对国家。很多这个茶叶行的案例啊，或是装潢公司的案例啊，我们讲给他们听，他们说不知道，原来民进党这个号称国内自产，结果这些钱呢就自己回来做他们的政治现金了。所以我们的确立场表明说我们支持，并且我们要严格的审查，我们希望是真正有效的。那刚刚讲到说总预算，也希望民进党可以信守承诺，可以帮我们军人加薪，因为
美国的智库告诉我们，他们最近就帮忙加薪了37%，那个是非常有感的。那最后回到这个馆长跟郑丽文主席啊，我是认为民进党已经批评到没有东西可以批评了，所以我看他坐车也被批评，鞋子也被批评，但是呢，这有一点我必须要澄清，他们说去申请我们民主基金会的经费，那下一段，对，那这个必须符合一些申请的要点啊。我在这边找到一个，我们等一下下一段会谈。等一下，这个这个小两会的这个小民航两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谈了哈。你从大陆呢，在这个郑丽文出发的当天，他就发函哈，然后呢，梁文杰呢在第一时间的时候说评估，1个小时之后，1个多小时之后就改口啊，说我们的航点都已经够了啦哈，现在这没有这个需要。我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代表了是谁要他这样子改口？是来自卓荣泰的意思吗？不，卓荣泰不管大陆，就是大陆就是两岸军事外交不归行政院长管，总统的权责了。所以是总统要他改口吗？我觉得感觉到就是民进党呢，这次呢在面对大陆方面，因为郑丽文主席去访问，所以带来的这种巨大的这种善意沟通，好像完全就是应对无着。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呢，好吧，蓝军，这个我们下一段讨论，接下来回来。